欢迎回到黑暗大陆血钻石。血腥、贫穷、艾滋病让上千万的非洲孩童都成了孤儿。上段节目当中，我们从马拉维部落接走的3个小兄妹，他们被带去了哪里？继续追踪发现，他们其实被安置在一个特别的孤儿院，里头吃穿不愁，还可以读书学才艺，被称为是孤儿天堂。正宗少林派武功，另一边是有如黄莺般的悦耳歌声。同时间，平均5岁的非洲娃娃也在唱歌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们唱的竟然是小蜜蜂。中文儿歌，少林功夫，一张张纯真的笑脸，这是哪里？这是贫穷、战乱、蛮荒的黑色大地——非洲吗？跟小孩子生活在一块，互动一下，联络感情。所以他们都就你好像他们的爸爸这样子。我们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小孩。气喘吁吁的和黑人小孩踢足球，他是慧理法师，来自台湾，但人们叫他非洲和尚，孩子叫他和尚爸爸。20年前，原本只是单纯来非洲盖寺庙、传佛教，但看到马拉维100万孤儿贫病孤苦，从此舍不得回去。长得头衔啦、赖痢头啦，挺得大肚子，里面都是虫啊，全身皮肤病啊，我们当初来见到这种情形，就有一股悲心会起来，怎么办？要怎么做才能够帮上他？马拉维第一大城布兰代市郊，占地36公顷的中式建筑，是慧理法师奔走募款下在非洲成立的第一间关怀中心，也让马拉维的孤儿们从此有了一个新家。关怀中心透过社会局收容养育父母双亡需要帮助的孤儿，其中也包括艾滋病童。我们在部落接到的3个小兄妹，就是被安置在这里。孩子们住在有水有电的房舍，虽然称不上豪华，却有自己的床铺和置物柜。好几套干净的爱心捐赠衣服轮流换着穿，生活条件远比家乡部落好得太多。在粮食严重缺乏的非洲，关怀中心的孤儿似乎也第一次体会到满足的感觉。马拉维一般学生至少要走路1-2个钟头才能到学校，课本也必须好几人共用1本。关怀中心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读书受教育，甚至在院区成立学校。对这些孤儿们来说，除了吃饱穿暖，还有一个幸运的事情就是人人都可以上课，而且每个人手上都会有1本课本。有书念，吃穿不愁，这里堪称孤儿天堂。但非洲人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当时收养孩子时费了一番辛苦。有一点害怕。为什么？逃亡哦！我们睡一觉起来，全部的小孩不见了，逃光光了，我都跑回乡下去了。因为传说中国人会吃小孩，而且所以你有听过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听过这个世界中国人会吃小孩，然后那个我们怕说要来这里被中国人吃掉。说着流利中文，阿鲁今年14岁，来关怀中心已经6年。除了基础教育，还上中文课。现在的他早就不再害怕，而且还想当功夫明星。经费都不足，但是如果在很多小朋友生病的话，我们真的负担不起这个医药费了。
那也是希望通过功夫呢，可以让他们的身体更健康，然后更免疫力更强。王占北是河南少林寺弟子，6年前来当志工，传授强身武术，现在也成了孩子们的一项才艺。那这一个，我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啊，现在长得很高，比我差不多跟我一样。阿翁和妹妹万雅，父母因为艾滋病去世。幸运的阿翁没有被遗传，但万雅却成了艾滋带源者。我在这里能学中文、学功夫，其实在马拉维就是很多人都学不到的，所以我很开心。14岁的万香亭亭玉立，也在关怀中心度过了5年，现在是声乐班的高材生。学唱歌、练武功，非洲母语之外，还学英语。It was morning. I hate morning because it is single. 中文也说得轮转。关怀中心的孩子抛下了悲伤的身世，贪婪地学习吸收着新知和才艺。万恩和万爬虽然是女孩，但也喜欢学武功。8岁入院，6个年头过去，已经考上大学。我以后要当医生，以后想当医生，为什么想当医生？我要帮助病人。从失去父母的绝望，到现在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关怀中心在非洲共收容3000名孤儿，包括300名的艾滋遗孤。每个院童的人生因此多了点色彩。东方僧侣在非洲播下的希望种子，终于等到开花结果。这股慈悲也号召了从4面8方来的义工。武尚志，香港人，原来在国泰航空任职，年薪近400万。3个月前却决定当1年志工，告别了繁华家乡，来到世界最穷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房间。然后平常呢，我就白天可以把窗打开，但晚上呢，我就把它关起来，有很多虫子。狭窄简陋，还有恼人的蚊虫和随时停止的水电，但心却是满满的。回去的时候，我行李箱是空的，但是我带的东西应该在这边吧，可以满满的走吧。当年为非洲赈灾的歌曲，现在成了非洲孤儿回台表演的曲目。上一回他们飞到上海世博会，精湛的表演赢得满堂彩。从非洲荒野传统部落登上国际舞台，这群孤儿们未来的路，比起绝大多数贫病交迫的马拉维孩童，似乎更加宽广。也许他们少了父母关爱，但在他们眼底，我们已经看见新一代的非洲希望。关怀中心的孤儿们因为受了教育，和其他非洲孩童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其实，非洲的资源和财富的确是集中在少数受教育或是拥有特权的人手上。在莫桑比克，我们就深刻感受到贫富悬殊的鸿沟。在这个人民平均只赚1块美元的国家，有钱人却住在100万美金、3000万台币的滨海豪宅里，一个非洲犹如2个世界。滨海别墅。气派大门，绿幕扶疏的街道，停着进口双 B 车，这里怎么看都像是先进国家的高档社区。但是这竟是出现在国民所得1年只有440美金、世界10大穷国之一的莫桑比克。这里是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相当著名的一条街，因为在我左手边是一栋要价美金100万、台币3000万的滨海豪宅，但是就在这些豪宅的对街，却是家徒四壁、什么都没有的贫民窟。破烂砖房是95%莫桑比克人的居住景观，剩下5%的豪宅人口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勾起我们的好奇心。This
You say that Dan want to be interviewed. 他是乔登，旗下有12家企业，还在莫桑比克最大私立大学担任 CEO。2层楼260平的大宅院，泳池是基本配备，5个房间，阳台可以眺望海滩美景。偌大豪宅市价逼近台币3000万，只有他一个人住。It's because I've studied a lot. My father told me, study, you'll go ahead. So I studied a lot. 黄金单身汉乔登的好友富迪诺是莫桑比克300个博士其中之一。虽然出身贫苦，但高学历让他在总统家族企业担任要职，挤进了上流社会。会有一个朋友，我说他家在忙什么？我家在学开飞机，1个月下来的一个消费从1万美金到5万美金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。1个月花150万台币，在闻名世界都令人咋舌，何况在莫桑比克，90%的人民一天赚不到1块美金，警察好一点，月薪150，但是电脑工程师月薪却可以高达5000美金，合台币15万。美林财富管理公司曾经出过一项报告，在多数人每天只以台币20元过活的黑色大陆，却有10万个身价总值超过6800亿美金的非洲富豪。贫富差距的鸿沟让社会问题持续扩大。我们都藏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拿掉，先清枪一下。台商蔡玉玲来南非20年，被抢到怕，只好买枪防身。某一个台湾的家庭他被抢，但是警方呢，最后查出来的结果是，邻近国家的警察过来抢，他好像是公开的流氓啊。一把枪防得了欺门踏户的歹徒，但贪污的国家强盗却无可抵抗。One day they will get tired, and they will get guns, and they will throw out the government. 极度美丽却极度原始，极度贫穷却极度富裕，人心终究起了化学变化。一个非洲，2个世界，贫富差距和贪腐体系，让黑暗大陆似乎永远等不到光明来临的一天。欢迎回到黑暗大陆血钻石。非洲除了生产钻石，广阔的原野也是全世界野生动物最多的地方。但数百年来，因为人类滥杀猎捕，导致像是黑犀牛等动物濒临绝种。直到现在，人类才开始有了保育想法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带您前进非洲大草原，聆听野性的呼唤。辽阔的非洲草原是人类初始的大地，更是万兽的天堂。登上吉普车，一场非洲猎游 Safari 即将展开。非洲是拥有野生动物最多的地区。我们猎游的所在地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世界最古老、最有名，也是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。区内147种哺乳类动物，以羚羊最多，数量超过10万只。1898年，当时的总督保罗·克鲁格为了防止盗猎滥杀，成立了保护区，面积19000平方公里，约2/3个台湾大，让上千种飞禽猛兽100多年来自由自在，不受威胁。以为河马很温柔，其实它脾气暴躁，常常无预警的用那对40公分长的牙齿把动物咬成2截。就连超凶猛的尼罗河鳄鱼都远远的晒太阳，和它保持距离。而来到非洲不能错过的就是非洲5霸 Big Five， 也是最危险的5种动物：狮子、花豹、犀牛、非洲水牛和非洲象。
非洲象是现存陆地上最大最重的动物，巨大身躯可以拔山倒树，没有动物敢来招惹。但象牙却为它带来了杀身之祸。1930年代，非洲还有1000万头大象，但现在只剩下30万头。同样黝黑，但体型比大象小，头上尖尖的角，看起来像个凶猛大怪兽的犀牛，其实是个只吃草的素食主义者。数百年来，人类神化了犀牛角的药用价值，一只角曾经造价100万美金，让野生犀牛不断被捕杀。过去60年，有99.8%的犀牛死于猎杀。黑犀牛濒临绝种，目前只剩下300多只。非洲水牛是群居动物，常常几百只循着水草出动。锐利牛角很具攻击性，面对狮子都采团体作战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很有牛魔王的威严。而非洲5霸中最难遇上的就是狮子和花豹，只要有人发现了大猫，立刻呼朋引伴。啊！哇，在那棵树下面，一只身上纹路斑斓夺目的花豹，轻巧优雅地在我们眼前走动。花豹是大草原的独行冷面杀手，敏捷、昼伏夜出，喜欢独来独往，神出鬼没，很难看到它的踪迹。眼力、听觉都一流的花豹，不知道是不是知道我们正在拍摄它，竟然主动来个正面大特写，之后竟然还在我们的车子周围打转。We don't need to scare. It's so close. He's very used to the cars. So as long as you stay on the car, sit still. Don't move. Don't move. 漂亮的豹尾巴弯弯竖起，也等于告诉其他动物，这是它的地盘。但遇上花豹，让我们信心大增，继续寻找着万兽之王狮子的踪迹。狮群，看到一群狮群了。在这非洲大草原里面，我们竟然发现了8只母狮子，还有9只小狮子。那么现在可以看到，它们现在非常的轻松的在睡觉。我们虽然距离它们很近，可是我们也要非常小心，不能够轻举妄动，因为一旦轻举妄动，很有可能会变成它们攻击的猎物。母狮、小狮懒洋洋地躺成一堆，可能经过一整夜的猎捕，天刚亮没多久，正是它们补眠的好时机。这只小狮子显然肚子还饿，吵着要喝奶，让母狮不得不站起身，但可能实在太困了，换个位置躺下继续睡。至于公狮呢，在老远的岩石上，我们也发现它们的踪影，睡得超级香。250公斤重的狮子，一天有80%的时间都在睡觉。看它们安详的表情，几乎让人忘了捕杀猎物时的凶狠。直到露出尖锐的牙齿，才恍然记起，它们可是万兽之王。非洲狮虽然凶猛，但目前不到5万头，数量和分布都在减少当中，已经被列入可能绝迹的物种。夜幕逐渐低垂，我们的猎游也要终止，不让灯光打扰动物作息。但我知道，在宁静草原的某处，绵延亿万年的弱肉强食、野性原始大戏，才正要悄悄上演。欢迎回到黑暗大陆写钻石，走一趟非洲，体验了淳朴原始，也目睹了人心贪婪下的悲剧。古老的黑暗大陆何时能迎接黎明？世界都在期待。
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舒梦兰，我们下次再会。